你卖得掉吗？每次带看说，你这客户不会出，你带来看干嘛啊？你有没有一点基本判断客户的能力啊？那5年来唯一破亿，没有人成交过1亿的总价啊，而且我是3件以上，那时候25岁。不停的假设，不停的验证，常常伙伴会问我说，客户说再忙就挂掉了。客户90%不会讲实话，客户有时候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。QBQ 的能力一定要够强，这个委托只要不是卖掉了，或是没有卖了，那我一定处理得了。做业务最首要的要件是什么？做业务最首要的要件是什么？心态。因为如果说我直接讲做法的话，你直接去做，你马上会怀疑你人生，马上会快速的去筛选，原来我不适合做中介。我觉得每件事情都一样，你要用多久来看待这一份工作？3个月吗？半年吗？我觉得3个月、半年讲直接点，你可能可以直接下课了。因为这个旅程之中一定是千难万难，一定是挫折无数。当你的失败吃的不够多，当你的错误犯的不够多次的话，你没办法持续下去哦。我主管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展伟在分店你就是要笑，分店是服务客户的缩影。”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你在跟身旁伙伴互动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种练习。不要觉得出去再练习就好了。每一个人你在互动的时候，他绝对不是只有单一价值而已，绝对可以让你在服务客户的时候，越来越像这个学长，越来越像小店福哥还是谁各种优秀的伙伴，这都非常重要。问题背后的问题，问题背后的隐藏问题，问题背后的逻辑方式。客户90%不会讲实话，客户有时候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这个 QBQ 的能力一定要够强，不然你没办法去找背后的根源去满足他的需求而接到这个委托。不停的假设，不停的验证，常常伙伴会问我说，客户说再忙就挂掉了。再忙这件事情，你就要诉状的去分析。第一个是不是真的在开会？第二个是不是他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要给其他中介？是不是因为我跟你不熟才说再忙？那如果说他说再忙，你留下简讯，那会不会是你有一点点机会，或是你刚好打的那个时间点不对？后面衍生一大堆有可能的结果，这个一定要去试。中介年薪为什么差距这么大？就是差距在这里而已了。一定要有量再求质。如果说连量都没有求质的话，那你会越做越辛苦。房地合一税刚上路的时候，房市景气很低迷，那时候一个案子的流通天数平均大于90到120，4个月左右大概才卖得掉啦。通常都不想要库存回报嘛，就是只接便宜的案子，溢价下来的案子，太贵也不接，照接了全接。我接到满的时候我人在英国，我一直觉得我就算回来也是绑架。结果没想到回来我就是因为接了超级多的委托，那个月成交8件，当月全国top 1，差一点就500万了。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委托，就算流通天数很久，你也要接，因为打法不同。市场好就是狂接，市场不好稍微比例调一下，溢价一下，他想降就会降给你了。这个案子在当时我分店对面大楼。所有人都接不进来，但是所有人都有电话。我土法炼钢，公司赌3天，赌到第3天，他直接跟我讲说，明天我去找你签委托。我一接进来，大家吓一跳。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，可是大家想清楚，当时候那个106年、107年为什么大家都不接委托？因为接进来不见得卖得掉。我那时候最高有到30几件都没有卖掉，库存回报又要你命了啦。这件事情让我省思，其实7年前我很早就意识到，委托周期判断跟你自己的工作效率排程是有关系的。当时候是大家不敢做而我去做的一件事情，这个难度是这样。当时候板桥新的电贴总价大概1500，这个社区都是破亿以上1层1户的豪宅，在直营体系没有人敢接，接的不一定卖得掉。因为确实，我跟大家讲结果，接进来的流通天数超过1年，
很多人都觉得接了不一定卖得掉，那我干嘛去接？而且在接过程中有够痛苦的，签委托我才发现知道是一个灾难。看到我那个 baby face 嘛，你卖得掉吗？每次带看说，你这客户不会出，你带来看干嘛啊？你有没有一点基本判断客户的能力啊？让你非常的煎熬。但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，我跟大家讲结果。成交很开心，那5年来唯一破亿，没有人成交过1亿的总价而且我是3件以上。那时候25岁，超级挫的，但是我就是有勇气去挑战这个东西。带看的时候刷6罐星巴克，不能刷完就走哦。刚刚被店长订了，我来不及帮你们买星巴克，叫 Uber。对吧？我要回去了。只要有在卖的啊，有人去柜台问说有没有介绍，唯一指明。因为1亿多的案子，你说买方也没有那么多啊。成交之后，狂投开发信，狂投后成交，名单盘查。那个社区我在那3年市占率100%，所有成交都跟我有关。但我觉得每一个社区服务的方式都不太一样，这个是当时我想到的。你在做这个服务，其实你业绩是算得出来的哦。以前大家都觉得我唬烂，业绩算得出来。这个案子是这样，4、5年前吧，有一个追线，我就去追，追到了，然后不卖了，我靠！然后他不卖了，然后过3个月联络我，说要出租，行情大概7万到8万之间，他要租9万，而且是建商屋况，什么都没付，不付冷气灯具，他那个灯具很好笑哦。小黄灯还被油漆刷了一痕，没有热水器，没有天花板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试问你，你想不想继续帮他租？通常在前面很多人就是不会去服务他的啦。我很多的开发行程都跟直接开发无相关，都是跟这些杂事有相关。租了2年没租掉，终于帮他找到一个租客，我自己也很讶异。我帮他对了一堆厂商估价单，还帮他比价，我超级用心的。结果破局了，大家知道破局是什么原因吗？因为那个房子有2公，屋主要求租客一定要室内装修许可证。问号。隔一天啊，他说好麻烦哦，我不想做违法的事情，租客不想弄，我也不想弄，展委可以卖多少？这个业绩绝对算得出来，因为他跟我讲过一句话，展委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进来没有不耐烦。而且你还是很认真的去帮我处理很多的疑难杂症，也就是说，我就是他卖房子唯一窗口咯。更扯的是来咯，这个租客啊，半年前有谈过我前阵子成交的那一户，正楼上楼下，我打算接到之后马上跟那个租客讲，所以这个业绩算不算出来？算得出来哦。必成信念，这个委托只要不是卖掉了，或是没有卖了，那我一定处理得了。不是接不进来，是做法不同。如果说这案子我没有接进来，绝对是我还没有找到方法，而不是我不行。这个一定要烙印在你自己心里。